钝感力最强那年，阴郁竹马总喜欢找我亲亲，他说亲亲能缓解他的暴力症。刚开始他只是轻轻碰一下，后来他把家里东西都砸了，红着眼赶我走。这次需要更深入才能缓解，我不想强迫你，你走。我刚准备走，眼前飘过弹幕，哟，这绿茶竹马重生了就是不一样，又争又强，怕天降抢走星宝，装暴力正骗星宝亲亲。不过这绿茶竹马比天降霸总强多了，竹马年轻又深情，8块腹肌弓狗腰，还特别会嘶哈，真想看在床上。绿茶竹马摘下助听器，装听不见星宝求饶声的画面，嗨嗨，不是我们黄，只是跟着那只会犯胃病和没长嘴的霸总，哪有跟着绿茶小狼狗幸福来的香？我脚步瞬间定死，我不走了，没什么，就想看看他到底有多会，不是，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重生。看着眼前飘过的弹幕，我愣了好一会，竹马重生、装病、骗亲亲，还有天降霸总，我花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弹幕里说的星宝是我。我想弄清楚真相，转身看向穿着黑色冲锋衣的清俊少年陈余舟，盯着我，狭长的桃花眼红得滴血，怎么还不走？刚准备开口，眼前再次浮现透明文字：绿茶哥，刚星宝转身要走，你心都凉透了，现在星宝没走，你心里暗爽的要爽死了吧？我踩着满地狼藉走到陈余舟面前，轻声问：你说的更深入，是哪一种？陈余舟没想到我问得如此直白，带着助听器的耳朵红得滴血，但我还是小瞧了陈余舟的主动，他目光极具侵略性的从我眼睛掠过耳朵，最后定格在我软唇上。我和陈余舟从小长大，印象里他是清冷校草，从去年开始，他性格忽变，变得阴郁暴力，动不动砸东西，还变得很大胆，比如现在他贴在我耳边，嗓音低哑。这次光亲亲不够，正心言，我想要你。人在慌乱的时候总是很忙，我又是装咳嗽，又是推开他，见我不说话，陈余舟微扬的桃花眼漾起湿红，可怜巴巴的望着我。算了，你走吧，发病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熬，我痛苦点没事，我不想强迫你。弹幕绷不住了，重生回来就是不一样，又争又抢，还会装委屈。前世你但凡和现在一样主动，星宝又怎么会被天降抢走？看着弹幕文字，我往沙发上一坐，装委屈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敢不敢。行，我说你去准备吧。陈余舟惊讶的同时，弹幕也炸了，不是，星宝居然还同意了。星宝，你知不知道陈余舟说的要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都19了，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只是太了解陈余舟，我赌他不敢。陈余舟洗完澡出来时，我怔住了，他穿了件透明白衬衫和白色裤子，少年宽阔的肩膀，充满力量感的劲腰，结实的胸肌，再到紧实流畅的腹肌，一览无余。少年的青涩感与血脉奋张的身材，看得我心跳瞬间加速，这和不穿有什么区别？我咽了咽口水，果然是8块腹肌。弹幕诚不我欺啊！我没出息的目光下引，性感的人鱼线刚好卡在裤子边缘，好骚啊！弹幕比我还激动，卧槽，好大！这小子故意穿白色，纯色诱，有够心机的。要是裤子再透点就好了。我们爱看，看得我脸红心跳，我怕陈余舟真来真格的，慌乱站起身准备走。陈余舟忽然从背后环抱住我的腰，隔着布料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灼热。心言，他低下头，滚烫的唇贴在我白皙的脖颈上，留下印记后，他蹭了蹭我颈窝，像只可怜的小狗。可以帮我缓解吗？我被他亲得浑身发软，双手无力地撑在面前餐桌上，转过头撞上他那双眼尾泛红的桃花眼，我心跳重漏了好几拍。陈余舟眼神拉丝盯着我，修长指尖暧昧摩挲着我唇部，嗓音酥的耳朵都能怀孕了。我会对你负责，和我试试吧。他深情地盯着我，清冽气息喷洒在我脸上，苏妈妈，我才19，抵挡不住这样顶级魅魔的引诱啊！难怪弹幕说他超会，我软着腿，羞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怎料弹幕说这才哪到哪，要不是怕吓到星宝，哪还需要前菜啊？前世他可是隐忍了一辈子，忍了一辈子的男人强得可怕。星宝试一试吧，尝过竹马，再也不会对别的男人提起兴趣了。我羞红了脸，咬着唇去房间。陈余舟亲了亲我耳廓，拦腰把我抱起来。卧室门被踹开，柔软的大床因我们的跌入，深深陷了陷。陈余舟灼热的指尖沿着我下摆内衬，温热的手掌顺势贴了上来。他一边吻着我，一边伸手打开床头柜。我被他吻得渐渐失去意识时，他忽地停住。弹幕恨铁不成钢的滚动，那玩意不知道提前买吗？算了，也不怪他，前世他暗恋了一辈子，也用不到那东西。我和陈余舟面面相觑，他红着耳尖，我出去买，很快回来。他起身时，我拉住他的手，我和你一起，我得跟着他。弹幕一直说前世，却不说原因。陈余舟为什么会重生？前世我又经历了什么？跟着他，说不定能知道更多真相。从便利店出来，路边停着的迈巴赫车窗缓缓降落，西装革履、斯文冷峻的俊美男人，目光灼灼地望向我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很奇怪，很复杂，沉淀、深情、痛苦，还有浓到化不开的愧疚。可是我们明明不认识，正疑惑，弹幕疯狂滚动啊！修罗场来了！前世的前夫哥周素光也重生杀回来了。一个是前世卑微暗恋重生后蓄谋已久的竹马，一个是前世先婚后爱因误会虐恋的前夫。我受不了了，周总穿西装帅的也太权威了，不愧是年上。看郑欣妍的眼神绝了。陈余舟攥着购物袋的指关节发白，啧，看陈余舟那小狼狗吃醋的眼神，恨不得到了周素光。天降杀回来，星宝不会放弃竹马吧？等会儿不会打起来吧？弹幕刚落，车内金冷贵气的男人迈下车，高定的西服裤下，一双笔直长腿，一步步朝我走来。我好奇地打量朝我走来的男人。弹幕说周素光，27岁，金融大佬，金圈周家掌舵人。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，陈余舟一级戒备，
赶紧带着小青梅跑啊！这就是弹幕说的我前世老公，男人五官深邃，英俊金贵，黑色西装衬得他气场挺拔。这个男人属于气质凌驾于长相之上的那种，沉稳从容，一举一动带着成熟男人的性张力，一双黑眸好像能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。他走到我面前时，陈余舟手臂搂住我的腰，瞬间把我带到他怀里，像条野狗。先是主动全班对周素光冷声道：“看我男朋友做什么？”周素光终于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，落在陈余舟紧抱我的手臂上。周素光深邃的黑眸闪过不悦，像是自己的宝贝被别人碰了。他无视陈余舟的质问，目光重新落在我脸上，刚舒展的眉宇却在看见我脖子上的印记后，眼神又暗了下去。他一句话还没说，弹幕幸灾乐祸炸开了锅，杀人诛心啊！周总看见郑欣妍脖子上的印记要气炸了吧？肯定啊！别看他现在表面冷静克制，心里早就气疯了，能不疯吗？郑欣妍跟了他10年，是周素光亲手养成系的玫瑰。和郑欣妍结婚的3年里，周素光碰到舍不得碰他，现在却被别的男人标记了，不气疯才怪！结婚3年都没碰我，我腹诽，这男人该不会是不能人道吧？弹幕继续说，前世郑欣妍也是19岁认识的周素光，那年郑欣妍在校创业，为拉到投资跑到京市，在公交站睡了好几天，那公交站台刚好在周氏集团楼下，周素光站在办公室俯视着楼下的身影，心里微动。那年的周素光需要一个漂亮的男朋友来应付家里长辈，恰巧郑欣妍够漂亮，家世也清白，那些年各种活动，周素光都带着郑欣妍，教她为人处事、人情世故，利用自己的人脉给她扩宽资源。也是因为周素光，郑欣妍23那年已经有着远超同龄人的眼界和阅历，自己独立开了家公司。周素光给她养得很好，教她成长，而不是让她成为圈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。可惜，弹幕顿了顿，若不是那件事，他们也不会恨死彼此，郑欣妍也不会死。我好奇地盯着弹幕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既然把周素光说的那么好，那我们前世为什么会恨彼此？我又为什么会死？我想知道更多。弹幕却断了。周素光瞥见陈余舟购物袋里的几盒超薄0.1TT，眼神冰寒刺骨。这次好像真触碰到他的底线，他抬起修长手指对身后保镖招了招手，一下秒，陈余舟被按住，而我被周素光强制拽到了车里。卧槽，你他妈谁啊？我吼道，你神经病吧？他透过后视镜淡淡睨了我一眼，什么时候学会说的脏话？不是，这人有病啊，这重要吗？你没点常识吗？你这属于绑架，你在犯法。你个老男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叽叽喳喳一大堆。周素光冷静地开着车，一言不发。我真受不了了，狗男人，你聋了吗？他平静地又睨了我一眼，再喊。我停下车办了你。周围刚好是荒无人烟的小树林，我咬着手指不敢说话。老实了，他把我带到他的公寓，看见房间里贴满了我的照片，桌上摆着我爱吃的零食。郑欣妍，他伸手快碰到我脸时又收了回去，修长手指克制的缓慢握紧。我对你没恶意，如你所见，我暗恋你。今晚我不会让你回去，还暗恋我。要不是我能看见弹幕，知道我是他前世的妻子，我还真信了。我也没拆穿他，而是反手给他一巴掌。你是恶霸吗？非法囚禁，信不信我告你？我打他，他也不生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他弯下腰把我抱到沙发上，又蹲下身给我换了双舒适的拖鞋。他仰起头，我又给他一巴掌。你能不能不要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？我们很熟吗？我有男朋友。再说我才19，我不喜欢你这种成熟的老男人，我喜欢野的，你能明白吧？我说的这么清楚，他应该能放我走了吧？周素光擦了擦嘴角血迹，冷笑一声，喜欢野的。他缓缓站起身，慢条斯理扯下领带，猛地将我按在沙发上，手腕被他用领带紧紧绑住。你干什么？他按住我挣扎的双腿，目光冰冷又危险地盯着我。喜欢野地是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大手托着我腰肢，另一只手钳起我的下巴。干什么？干你！操！斯文败类，表面正襟危坐，一张口粗俗不堪，而我确实怂了。别乱来！你刚才不是说我是恶霸吗？他贴近我耳边，嗓音低沉蛊惑。恶霸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消失的弹幕这时又出现了。星宝可别刺激他了，前世他舍不得碰你，但你的那些小衣服可没少遭罪。妹宝要能看见我们的弹幕就好了，打他几巴掌，他没那么愧疚，可能还会说谢谢。周素光就是个斯文败类，我打他，万一他兽性大发怎么办？但是一群陌生人总归不会害我，而且他们还叫我星宝爷。我站起身准备打他，该死，这狗男人好高，显得我没气势。我又跳到沙发上，拽着他衬衫衣领，他被我猛地往前一带，距离近的有些暧昧。他喉结滚了滚，呼吸也有些粗重。我挑起他的下巴，顺着他喉结一点点往上。弹幕叫了起来，星宝，你这是在惹火。周总受不了，我又被你挑起来了，怎么？周素光嗓音阴哑，想要我？这男人确实很英俊，鼻梁高挺，骨相生得很好，很有魅力。我弯起眉眼，甜甜的笑了笑，反手一巴掌扇他脸上。这巴掌很用力，扇得我手都疼了。周素光被我打得重重偏过头，他舌尖抵着腮帮笑了笑，淡然地往沙发上一坐。下一秒，他握住我脚踝，几乎是以坡的方式将我按坐在他大腿上。别动！这男人宽肩窄腰，腿部线条猛而结实，手臂更是有力，按着我和按小白兔一样轻松。他掐着我的腰窝细细摩挲，我顿时一激灵，下意识闷哼出声。他含笑凑近我，叫什么？弹幕忽地尖叫啊！腹黑周总，星宝叫什么你不知道吗？腰窝是他最敏感的地方，他离我太近，呼吸太过炙热，我浑身都烧得慌。我讪讪别过脸。周素光笑着揉了揉我耳垂，然后翻身把我抱到沙发上。生气了？弹幕接着滚动。长得高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得弯下腰哄星宝。周素光哄完我后，缓缓站起身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姿态从容地整理了下凌乱的衬衫。今晚你睡主卧，我睡客房，主卧里有你穿的衣服和洗漱用品。明天我送你去上学。还有，他像我家长一样教育我，我才19岁，重心放在学业上，和那小孩断了。弹幕似乎很失望，还让星宝和竹马断了，直接说你吃醋了呗，看见那超薄 TT 气疯了呗，我才不要在这。正想着怎么逃跑，突然门外传来震耳欲聋的砸门声，弹幕瞬间兴奋了起来。
卧槽！陈余州小狼狗杀上门来了！周总啊，陈余州可不是好惹的主，敢把他小青梅带走，这下有你受的。前世他想着成全新宝，重来一世可彻底变了。现在陈余州房间里贴的全是人心和感情是争来的，狼狗竹马 vs 天降霸总，世纪对决，赶起来，打起来！姓周的，给老子开门！周素光面色沉静，似乎早有预料，蛊惑的丹凤眼轻挑，眸底泛起一抹掌控全局的冷笑。他没管屋外的人砸门，而是把我头发揉乱，拿起桌上的水杯洒了几滴水在我额角，看起来像是我累得不清流的汗。周素光不紧不慢解开衬衫纽扣，露出结实流畅的肌肉。我一脸懵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眨眼功夫，高大身形顷刻笼罩下来，他俯下身，膝盖抵在我腿间，凑近我耳畔，故意轻喘。喘息声还渐渐加重，我被他这暧昧又强势的姿势搞得茫然无措，僵着身体一动不敢动。弹幕说，门外的猫眼刚好对着沙发，周总你个老狐狸，你杀人诛心啊！当面偷家，往陈余州心口扎刀子。我恍然，这狗男人也太腹黑了吧！以陈余州的角度看过来，我们就是在那个啊！而且周素光还发出奇怪的声音，我刚要骂周素光，却被他捏起下巴，力道不重，带着不容置喙。他目光落在我下唇被咬破的地方，那是和陈余州忘乎所以时他咬破的。周素光面若寒霜，一双黑眸变得阴鸷起来。他抬起手，拇指擦着我的唇瓣，这里他碰过了。弹幕疯狂滚动，陈余州在外面看的要黑化了。周总这该死的占有欲，他擦的是新宝的唇吗？那是陈余州的命。门外砸门声更响了，陈余州几近崩溃的怒吼：“姓周的，老子他妈的要杀了你！”周素光和听不见外面怒吼一样，眸色错杂醋意翻涌的盯着我唇瓣。周素光做出了一个让我和弹幕都惊讶的举动，他忽地往我脖颈上印记的地方咬，温热带着惩罚的咬吻，重重的落在陈余州标记过的印记上。他手指用力按住我的下颌，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占有欲和偏执。呼吸间，温热的吻移到我的唇上，不是吸吮，是覆盖，像给我洗干净再换上他的标记。我惊喘出声，猛地推开他。周素光抬起头，摩挲着我红肿的下唇，满意的扬起唇角，声音低沉性感夹带着未消散的情欲。他吻了吻我颤抖的双眼，这一世你还是属于我，只能属于我。轰的一声，震耳欲聋的巨响盖住了周素光的宣言。公寓结实的防盗门被硬生生踹开，陈余州站在门外，凌乱的刘海垂在额间，黑色冲锋衣拉链敞开，里面的背心被汗水浸湿，那双湿漉漉又清凌凌的桃花眼此刻赤红骇人。弹幕也在此刻沸腾了起来。陈余州小狼狗踹门内爆了！陈余州这杀人的眼神，周总威，周总你真的完了！陈余州蓄谋已久骗到手的新宝，你敢亲他？火药味太浓了，巅峰修罗场来了！陈余州目光扫过我红肿的下唇和脖颈，他咬着后槽牙，眼睛血红。他转眸看向周素光，周身的气息暴力的可怕。老男人，你他妈找死！陈余州拳头握紧，冲向周素光，往他脸上狠狠砸去。周素光头一偏，陈余州的拳头从他额骨处擦过。陈余州表情狰狞，仿佛失去了理智，飞起一脚踹向周素光腹部。周素光快速闪开，身后的玻璃桌被陈余州猝然踹碎，玻璃渣飞溅一地，两人针锋相对，打得不可开交。屋里昂贵的摆设品接二连三被撞碎。弹幕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激烈讨论。陈余州野性爆裂，这拳风和腿力不愧是在地下打过黑拳的。周总这格挡姿势也不是吃素的，周总练过击剑，这两人打架难分上下啊！我被刺耳的打斗和物品碎裂声吵得心烦，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我忍无可忍，拿起烟灰缸重重摔地上。两个男人动作同时一致，我怒气地指着陈余州：“你疯够了没？砸门打人，你想进局子吗？”周素光冲陈余州挑衅一笑，满脸写着：“看见了吗？郑兴言护的是我。”我转身给周素光一巴掌：“周素光，你有病吧？非法囚禁我，还打我竹马！”陈余州背脊瞬间挺直，周素光捂住脸，一贯沉稳的声线染上委屈：“我打他，郑兴言，我动过一下手吗？是他闯进我家打的我。”我拔高音量：“我的竹马柔弱不能自理，要不是你强行带走我，他怎么可能跑来打你？”周素光气笑了，指着被踹坏的门和满屋狼藉：“他柔弱不能自理，郑兴言，你眼盲心也瞎！”陈余州顺势冲过来抱住我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微扬的桃花眼变得湿漉漉的，感觉下一秒就哭出来了。兴言，他凶我，我好怕。我揉了揉陈余州毛茸茸的脑袋，不怕。我看向周素光，秒变脸。我的竹马胆子最小了，他还生着病，如果他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狠话刚放完，我肚子疼，我捂着肚子问周素光：“你家洗手间在哪？”周素光面色愠怒，指向拐角。我刚离开，陈余州无辜可怜之色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目阴戾。周素光拿出一份文件甩在桌上，指尖轻敲：“从去年开始出现一家新起公司，不断和我周氏作对，背后之人是你吧？”是。陈余州脸色阴冷：“我就是要和你作对。”周素光冷笑：“我周氏底蕴不是你能撼动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对付你吗？因为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”陈余州不怒反笑：“你周氏我目前确实撼动不了，不过我可以恶心你。我还年轻，未来超越你是必然的。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前世你是下半年才遇见的郑兴言，前世你和郑兴言在一起，无非是你投资了郑兴言的无人机项目，这一世有我在，你没机投资了。”周素光漫不经心撕掉陈余州的档案文件，慢声道：“比砸钱，你比不过我，是吗？”陈余州眸色沉沉，不落下风。那试试他们的对话，我躲在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连忙掏出手机给我助理打电话：“喂，小郑总，有什么事吗？”“不用叫我小郑总，现在公司就我们两个人，我有事交代你。这几天会有2个大院种投资我们公司，投资无人机项目，记住，面对他们无需客气，无论他们投资多少钱，你都不要惊讶，淡然点，出价最高的也只能给他5%的股份。”“好的，小郑总。”挂掉电话后，我嘴角勾笑，真筹拉投资的事，就有2个大佬送上门。我眯眯了眼，
这个陈余舟，我还真小瞧了他，打过黑拳，背着我公司都开起来了。我出来时，陈余舟又换上了委屈巴巴的表情，挽着我手臂撒娇：“星言，我们回家吧，在这里我害怕。”陈余舟拉着我从周素光身边经过时，周素光目光冷厉刺向陈余舟，带着上位者居高临下的警告：“敢碰他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陈余舟脚步一顿，让我出去等他。我出去后，陈余舟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压迫。姓周的，钱是你干的事，郑星言知道后还会理你吗？周素光眼睫颤了颤，脸色苍白的立在原地。陈余舟冷哼一声，出门牵着我的手离开了。回去路上，陈余舟一路沉默，气压低得吓人。他紧紧攥着我的手，仿佛松开一秒，我就会离开他。一进屋，他猛地将我抵在玄关处，后背撞得微疼。我轻哼出声，他充耳不闻，摘下助听器扔地上。我被陈余舟的强势弄怔住了。陈余舟指腹带着狠劲，狠狠擦拭着我颈侧和被周素光覆盖吻过的地方。他按住我的肩膀，滚烫的唇下一秒贴了上来，急躁而粗暴，仿佛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以后离周素光远点。我被他吻得几乎窒息，双手无力地抵着他胸膛。消失的弹幕又出现了，我靠，竹马黑化了。陈余舟内心 OS： 我要给老婆消毒。吻逐渐失控，沿着唇部移向脖颈。陈余舟脱掉外套，撩起背心下摆，露出少年薄肌和紧实的人鱼线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强硬地放在他壁垒分明的腹肌上，哑声问：喜欢吗？我脸颊泛红，心跳如雷。陈余舟腹肌滚烫，灼得我指尖颤了颤。弹幕激动道：8块腹肌，公狗腰，星宝快摸，手感超棒，包爽版，还得是狼狗竹马，太会了，马德，手感确实好爽。陈余舟抚摸着我沁红眼尾，嗓音又酥又撩，需要我带助听器吗？弹幕彻底疯了，星宝，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害羞他就不带，让你尽情的喊；如果你不害羞他就带，不舒服随时和他沟通。我超好会啊，我服了，这谁抵得住？星宝别让他带，我们喜欢激烈一点的。他们好变态，我好喜欢，这群陌生人也太了解我了。我羞涩地冲陈余舟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别带。陈余舟的吻又落了下来，这次不像刚才攻池略地，而是温柔试探。他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表情，但凡我有一点不适，他就会放防吻的力道。我忍不住轻颤，正意乱情迷，要更进一步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在心里吐槽：谁？是谁这么不知好歹？陈余舟以为是他让我不舒服了，他移开我的唇，我又把他头按了回来。门外的人和疯了一样，叮咚叮咚按个不停。马德，我推开陈余舟，对门外吼道：谁？大晚上有病吗？我怒火中烧，打开门，对上来者视线，我把是哪个缺德货打扰老娘好事给咽了回去。不甚明亮的走廊外，周素光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站在门外，他手里拿着一份合同。弹幕似乎猜到了，周总虽迟淡道：我就知道，关键时刻周素光肯定会来打断，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让星宝和竹马独自待在一起？周素光目光精准地扫过我微乱的头发、红肿的唇和如湿的领口，他眼神骤然一沉，拿着合同的指关节攥到发白。我想投资你的无人机项目。周素光口吻平静，听不出情绪，方便出去详聊吗？弹幕还详聊，醋疯了就直说，眼眶都醋红了，捏着文件的手青筋都抱起来了，还在拼命忍。星宝别信他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以投资为借口，就是不想让你和竹马独处。我双手环抱懒散的倚靠在门框上，合同可以发我邮箱，或者直接联系我助理。现在是我私人时间，不太方便出去。陈余舟不知道何时带上了助听器，听见我对周素光口吻疏冷，抑制不住暗爽。他来到我身边，搂着我的腰，摆出正宫架势。姓周的，我和我老婆还有重要的事做，你个外人，大晚上不睡觉来我们家干什么？陈余舟眉头轻挑，勾起唇角，抱歉，我忘了，你没老婆，不像我老婆管我管得严得很。陈余舟故意把口袋里的超薄 TT 盒子露出一角，我如果不听话，老婆就会狠狠罚我。弹幕笑炸了，哈哈，周总脸都气白了。绿茶哥你是懂得扎心的，来仔细说说，星宝是怎么狠狠罚你的？是滴蜡还是抽鞭啊？绿茶哥不仅心机，嘴还毒，老婆两字还咬得特别重，生怕周总听不见。更杀人诛心的是老婆 TT 双重暴击。我正要关门，周素光一把拦住门框，我关门的动作很重，根本没有想到周素光会伸手拦门，他手夹在门框上，鲜血顺着修长指骨流淌。他面无表情，仿佛感觉不到疼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语气偏执，就现在谈，否则我撤资，你只有今晚这一次机会。弹幕，看来周总是真的急了，怕星宝被陈余舟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不过我也是够了，这周素光又拿出前世的把戏，威逼利诱，就是想用钱把人绑在身边。弹幕越说越激烈，提到前世我就气。周素光，你的爱真的拿不出手。我呼吸停滞，急切地盯着弹幕，终于要揭开关于我前世的事了吗？弹幕继续说，虽说阶级是条无法跨越的鸿沟，可是周素光，当年是你背着父母诱哄着郑星言和你领的证，你是教会了他好多，叫他独立，给他资源，可是你父母让你离婚，重新娶门当户对的男人，你还是妥协了。是，郑星言家境普通，他的家族不能给你带来利益，那时候你刚掌权，你不离婚，你爸妈不会给你实权，为了权力放弃爱情没人骂你。可偏偏你太贪心，你两个都想要，你资助郑星言创业，用金钱把他绑在身边，离婚后你立马去国外领证。那年新西兰冬天不冷，可是郑星言的心冷，他被你断崖式离婚。看着新闻报道你新婚的消息，他想去问你，可是噩耗也来了，飞机失事，他从万丈高空摔落时他都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突然不要他了？你重生后提前拿回周家掌权，你想弥补他，好好爱他。可是周素光，没人会在原地等你。看完弹幕，知道我前世的死因，我没有很难受，可能是往事被猛刺了一下，眼眶还是有些红。周素光，我正色道，我们出去聊聊吧。陈余舟刚要阻拦，我甜甜的对他笑了笑，我很快回来。
忽明忽暗的路灯下，周素光的身影被月光拉得颀长。冷风吹过，我拢了拢陈余舟的外套，静静地凝视着周素光。此刻我终于明白之前弹幕说的那些话，为什么我跟周素光那么久，他都不碰我。周素光是个有教养的人，知道会和我离婚，所以他从不碰我。他也是个烂人，知道会和我离婚，还耗费我的青春。这件事拆开了道100遍，都是他对不起我。周素光眼眶泛红，盯着我的眼睛，眸底翻涌着浓烈的酸楚。他伸手抚摸我脸颊，快碰到我时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我张了张唇，意有所指。周素光，你衬衫丢了，那件衬衫算不上你最喜欢，却是你最常穿的一件。于是你各种翻箱倒柜，想要找到它。可是周素光，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件衬衫，它又怎么会丢？人总喜欢反季节的东西，就像习惯后知后觉，失去才懂得珍惜。我的言外之意揭开了他的伤疤。他没想到我知道了真相，被我的话震在原地。他望向我，唇瓣干涩，脱出口的声音哑得不行。我想弥补，见我不说话，一向冷峻高傲的周素光卑躬屈膝跪在我面前。前世的事，我只是在和家里虚与委蛇，处理好，我会回去找你。但我没想到你会出事。心言，他颤着眼皮，伸手瘦削修长的手卑微地拽着我衣角，求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我居高临下的抚逆他，可这一世我不喜欢你了。他眼尾猩红地望向我，过了良久，他微微笑了起来，但眼眶涌上了泪。所以这次你不要我了，是吗？我嗓音平静，不要了。无论他如何弥补，当初权衡利弊下，他就是没有坚定的选择我，所以这次我也不会选择他。我转身，没再看他一眼。我离开后，周素光还失魂落魄的在路灯下跪着。或许前世的郑心妍爱过他，可爱他的那个郑心妍，在飞机失事那天已经死了。刚踏进楼道，一个滚烫的怀抱从背后猛地将我箍紧。陈余舟下巴搭在我肩上，你说不要他的时候真好听，我还想听。弹幕疑惑刷屏，不是，星宝是怎么知道前世的事？管他的！陈余舟这阴郁病娇小绿茶，生怕老婆跑了，听见老婆说不要周素光了，秒变开心小狗，看给孩子激动的，把星宝抱这么紧。回到家，陈余舟把我抱到浴室洗手台上，他捂着心口，我的暴力症又犯了。我笑着戳了戳他脸颊，是不是需要治疗？但我还是小瞧了陈余舟的主动，他目光极具侵略性的从我眼睛掠过耳朵，最后定格在我软唇上。这次需要很深入才可以。陈余舟节骨分明的长指勾着我上衣下摆，忽地拽到他面前，说你喜欢我，说吗？我很吃这套的。我抚摸着他的薄唇，看你表现。他暧昧的盯着我，喉结滚了滚，抬手摘下助听器，汹涌的吻向我。前世看你嫁给别人，我每晚都幻想这样弄哭你。相拥撞到被打开的花洒时，弹幕一片哀嚎。浴室失身热吻，我正看上头怎么没了？为什么黑屏了？半个月后的咖啡馆里，我专注的签合同，陈余舟乖乖巧巧的坐在后面等我，阳光洒在他脸上，少年清俊帅气，笑得又甜又野。他用口语对我说：“老婆，你真厉害。”我站起身朝对面的林总握手，林总，合作愉快。弹幕说：“我是因为跟着周素光才变得成熟有魄力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本来就很好。大意我就在创业，在这科技发展的时代，我的项目本身就很有价值，没有周素光我也会很好，我本来就很好，我跟谁在一起都会好，我的爱给谁都热烈，我会真心去爱一个人，但我不会去依附任何人，我也不属于任何人，我只属于下一次更高的高度。”